你看到了没有吗？看到了。看到了，他全在那儿一团在睡觉。好了。你喊一声呢？格林。没反应，耳朵动了一下。我都走了。走。来车了。走了。2013年2月8日，我们收到来自网友的消息，说格林被抓了，拴在县城边上在卖。我们连夜就赶回了若尔盖，但是深夜看不清楚，我们打算第2天再去看看。好，你往前走吧，狼就拴在这个位置。好了好了，行。那尾巴比格林短，这只狼不大点，也就可能1岁多吧，顶多1岁多。眼睛颜色要深一些。不壮，营养不良。你把那块饼干拿的，那块，小心点。有人出来。这边嘛，没给他个。买的啊，买的好，我身上带的。带的个卖不卖嘛？卖给你们。真的卖啊？啊，真的卖。你们开个价。虽然他不是格林，可是当他把爪子搭在我的手上的时候，我还是觉得心疼。我们联系有关部门，救下了这只狼。若尔盖的狼死1只，就少1只了。那之后又有消息告诉我们，格林被抓去松潘一个农家乐，供人参观。他不怕人，叫他的名字，他就会过来。我们开车100多公里，终于在那个农家乐找到了格林。这只哈士奇叫做格林，是吸引游客的临时工。打扰了。我们的东奔西跑让扎西也很欢乐。他说：“你们为什么老觉得他会被抓呢？那家伙鬼精鬼精的，我认识他那么多年了，都把他叫不过来，拍他扭头就跑，很警惕。”啊，看到了，就是他！哎，格林，过来，格林。哇！在格林回归的头1年，他时常去扎西牧场转一转，远远张望帐篷里有什么人。扎西发现了就会告诉我：“我看到你们格林了。”我很激动，真的，他在做什么？走路。还有呢？跑步。消息很简单，但我们已经很满足了。
2013年初，我们打算常驻草原，拍摄这儿的野生动物，守护消失中的狼群。我心里也想着，如果能够再见到格林，那该有多好。我们把小屋子重新修缮了，因为我们还是打算住在格林熟悉的老地方。小屋又重新燃起了人烟。这是我们的小屋，这就是我们的早餐。自从小房子修好以后的第一个5度，有没有？但是屋子里面像春天一样，我还有点热。我们曾在凌晨4点爬上狼山去看狼群集结。我心里面特别激动，我已经2年时间没有见格林了。哪怕他在狼群当中只是一个末等的草狼，我也高兴。牧民告诉我们，格林回归的这片最高的山脉是现存狼群最集中的地方。爬上山顶就可以看到狼的踪迹，狼体质，狼脚印。他们在这个地方打滚，翻过围栏，到山那边去。原来这儿下面一片应该是湿地吧？哦，有个湿地。对，现在这个湿地已经干掉了，湿地退化了。有4个。我这个焦距太短了。真有4个。有4个，有4个。你看，在跑。你不要调太近了，不然跟不住。你太放了，你太放了！哎，真的，真的，真的在跟来，在追一个什么东西？哎呀，不是他们3个在追。这边我们看到了3只，是吧？这边3只。那边看到了3只，一共6只。这6只现在要汇合，那应该还有1只，一共7匹狼啊。你说格林在不在里面？哦，你后哈嘛，这个格林是不是这个后头这个呢？别看我！那个有4个狼嘛？看。看。不得跑，你看。他不跑，往这边再看。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他就激动了，激动了。昨天晚上都听得很高兴。我能看到他们了。他们在那个看你坐起地去看你这地头。我看得到他们。他们没跑，再往这边看。他们听不到我说话。有反应，他们再往这边看。太远了。格林，格林，有一只一直在往这边望。听不到的，太远了。好了，不喊了，它越走越远了。但是有一只明显的是在往这边回头。哎，太遗憾了，没有带长焦。刚回到小屋那几天，我总感觉有一双眼睛在注视我们，时隐时现。当我出屋去看的时候，它就消失了。一峰建议多印点寻狼启事贴到山里面，我觉得没有20年的脑血栓应该想不出这个办法的。我建议还是投食吧，
请狼群来吃个饭，然后我们偷偷瞄一眼，说不定格林就在里头。牧民有死了的牛羊，我们就把它买下来，然后把这些牛羊拖到狼山脚下，离咱们的小屋大概就100-200米远的地方，我们架上长焦就能看到。一想想，可能就快见到格林了，还是挺兴奋的。我们看见天空中有盘旋的兀鹫，不敢下来。对面狼山脚下也有很多的兀鹫，就停在那儿，远远地望着死羊伸脖子，也不敢过来，离人的房子太近了。中国的野生动物是最怕人的。我把羊又拖远了一点，拖到了大概500米之外。当人走开了以后，兀鹫一拥而上。我们一连投了好几只牛羊，基本上都是被兀鹫、狐狸、野狗这些动物给吃掉了，狼始终没有出现。但我们当时心里还是有一线希望的，就觉得兀鹫跟狼是秤不离砣的。兀鹫都来了，狼还会远吗？后来有一天，有一个牧民给我打电话，他说我有一匹马死了，就在那个草场上，我没动它，也扛不动。就是肚子胀气嘛。一峰买下了这匹死马，当时我们想，也许羊是小菜，但是马绝对是大餐。我们在马尸体的旁边装了2台监控，而这个时候我们就用长焦远距离观察着。我们想，等狼来了，那个监控就能拍到了。但是这个马皮太厚了，兀鹫下不了嘴。有的兀鹫就往后山飞过去。不多久，居然被他们招来了一个包打开。这只狼我们曾经见过的，它在狼群当中的地位挺高。由于它的耳朵被盗猎的炸聋过，听不见，有2只鹰长期给它报信儿，也跟着它觅食。而它虽然来了，但是并不急于下山吃马，它在观察，也在等待。现在兀鹫太多了，如果现在撕开马肚子，兀鹫一窝蜂围上去，不但没法吃到肉，还容易被灼伤。它就在等天黑。兀鹫是不上夜班的，一旦太阳下山了，这匹马就归狼了。但是让我们意外的是，狼突然果断地撤离了，再没回来。后来又来了一只座山雕，它的嘴勉强能够开膛。一匹马半个小时就被吃光了。这个狼为什么放弃了死马？我们回放视频分析，兀鹫在争抢当中碰到了我们的监控，应该是被狼发现了。人动过手脚的东西，狼就不吃。看来狼比人更注重食品安全问题。而我们投食的死马也没招到狼。
一峰就越来越郁闷，这说请狼吃个饭怎么就那么难呢？开春儿，公羊跟公羊之间为了争夺配偶，他们会打，相互顶。扎西扛来了一只垂死的羊，说是前几天顶架中了九阳神功，腿和肋骨都断了，活不成了，干脆宰了炖一锅，尝尝我们的手艺。一峰，你会不会宰羊？我去。好，就你去。我把水都烧开了，就等肉下锅了。却听见羊还在屋子外面叫唤。我出屋一看，一峰拿着碘酒绷带在替羊包扎。你这干嘛呢？你这包木乃伊啊？你这碘酒哪儿易的活吗？别让他遭罪了，赶紧，我那儿等着肉下锅呢，吃痛快点。手扒肉是吃不成了，扎西饿着肚子走了。好在当天下午，羊主动去世了。我剥了羊皮，晾在小屋前20多米远的地方，炖了一大锅羊肉汤，开车去扎西家一起吃晚饭。手扒肉和羊肉汤，你拿个盆把它舀出来。味道怎么样？你们喜不喜欢吃？喜欢，他煮的好得很。哦。吃完晚饭回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车刚冲上小屋的山坡，就在晒羊皮的地方。哎，那个是什么东西？不像是狗，不是狗，狗噻。不是狗，狼。格林，格林，你做好心理准备啊！真的是大格林，我已经能看他影子了。我也能看见影子了。别喊得太频繁了，万一不是呢？如果是那个的话，这样照他早跑了，他不怕。再喊，格林，他好像不再回头了。消失了，大概也就100米的样子吧，就这个位置消失了。他是在脱羊皮吗？刚才？刚好是不是？有点像。掉头，请在适当位置掉头。你已经倒夹了，你想掉头去哪儿？心虚啊？我不敢下。第二天，狼又来了，拖走了我们的羊皮。我跟狼匆忙打了个照面，它是只母狼。既然它不是格林，我也就没追了。我觉得挺搞笑的，我们投了那么多的死牛、死羊、死马，狼就不吃。这会儿扔了一个破羊皮，这主来了，狼也太不按套路出牌了。我回想起格林从小就喜欢用羊皮垫窝，这个母狼会不会是生小狼了，也拿来垫窝呢？于是我拜托牧民朋友们帮忙留意，最近是否发现了狼窝，或者是有新生的小狼。很快牧民就告诉我们，他们发现了一个狼窝。我记得那天我去狼窝附近装监控的时候，为了抄近道，2个人在草地上迷路了。天越来越黑，看不见脚底下，我掉进了沼泽里。就在淤泥已经没过腰部的时候，我踩到了一个比我更倒霉的牦牛，
他已经先一步死在了沼泽里。我踩着他的头爬了出来，掉进沼泽里居然没死了。第二天又能看见太阳了，我命大，我嘚瑟。然而，我们费了牛劲去观察到的这个平原洞穴，却并不是狼窝。应该就是那一窝的狐狸，小狐狸出窝了。正有点小失望的时候，牧民告诉我，有一只狼披着羊皮，混入巴老头的牧场中，把一只羊给吃了。我查看了羊皮，就是我剥下来的那张，上面还有一封的碘酒。终于知道这张羊皮的下落了。我一直以为披着羊皮的狼是民间调侃的形容，没想到还真有这么干的。话说回来，巴老头家有些羊本身就像披着羊皮，也是挺给狼出主意的长相。我们投食了几个月，引来的只有秃鹫、狐狸和野狗。有一只狗吃了肉，对我们倒是越来越亲近。你一开门它就进来了，它会不会进来？开了门它会不会进来？走到这儿来了，在这儿来了，哦，在这儿了，在这儿了。来躲冰雹的。嗯。谁家的狗啊？不知道，肯定是这你看，会不会躲到车底下去？它可能就要躲到车底下。它想钻车，车底下有点矮，看它钻不进去吧。真钻不进去。那放它进来吧。走了。啊，它到车头那儿去了，那地方可以比一下。因为它是斜着打的嘛。嗯。它已经走开了。哎，没走开。还在。他在找，他肯定很生气。你干嘛买一个底盘那么低的车？后面高一点，进不进去？敲一下玻璃了。尾巴是夹着的，要是一只狼。让我想起那个，眼熟吧？扎西牧场。跳片儿了，格林小时候的玩伴，乔默，过来。他好像听不懂汉语。乔默 ，castle， castle， 乔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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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Chamateki， Chamateki， Chamateki。我收养了乔默，让他帮我看家，但是他看起来不太聪明的样子。流浪狗都能活着，还能找到我们，那格林呢？格林在哪儿啊？
肉可以忍住不吃，但是喝水却是所有动物的刚需。我们决定转换策略，在狼山的水源地布控。水源布控也没有拍到狼，他们竟然在监控的盲区重新挖了一个水坑喝水。水坑边有狼爪印，还有一个奇怪的压痕。这个印子肯定不是鞋印儿，如果是脚印，周边都会有。后来经我们比对，这是一个矿泉水瓶子的压痕。狼来过，除了爪印，什么影像也没留下。我们曾在河边狼可能会捕鱼的地方，也发现了狼爪印。其中还有格林的标志性爪印。这是它新鲜爪印，这3个都是那种爪子勾的那个痕迹的。这个前面没有爪子勾的。1、2、3、4，这4个都是。于是我们发了狠，在这个河段200米区域内装了6个监控，做了掩体。其中5个在廊道上，向着不同的方向。他到河岸边去旋了一转，然后在那个地方拱起来的地方翻过围栏，在那个旱塔的土丘上旋了一转，然后从这儿下来，就沿着这条绕过来这条线，笔直的线上去了。看，这还有一条路。对。哦，然后从这消失了。这条路是往那边倒的草嘛，就是往那边走的。然后他在那儿旋了一转，又从这儿绕回来，然后草往这方倒，他是往那方走。临走时，我脑子一抽，总感觉狼会从这个地方上下坡。这是往上8抓的痕迹，最后一步往上跳。这是一个落脚点。这儿也有8抓的痕迹，顺着这儿爬上去。别下来，下面是河岸。于是我在对着这个斜坡的河道里一块突出的沙堆上装了最后一个监控。结果这狼跳下河滩，贴着河堤走，成功地躲过了5个监控。而最后这个监控因为河面涨水以后把人的味道都冲走了，这是贝狼唯一疏忽的镜头。让我们来看看这家伙是怎么躲监控的。
上次很严重。基本报废。是气流，气流把它往下打了。投石、水源布控、航拍，我们能想到的招式都用完了。狼的警惕性太高了，相对而言，其他动物都比较容易观察到。几个月来，各种偷窥方法都被狼秒杀了之后，我们消停下来了。就在家老实待着吧，指望着等格林回娘家的时候，或许还能遇见，随缘吧。草原上的人越来越多，狼群隐居在后山，只有巡山觅食的时候才会偶尔出没。我们一直在前山远距离观察，却从不愿意深入后山去打扰到它们，特别是在繁殖期。但是保护区的人员告诉我们一个消息，有盗猎的偷偷进山了，山里发现不少捕兽陷阱，狐狸洞被盗猎了，狐狸妈妈被毒杀，小狐狸被钢丝套勒死在洞外。同时，我们一直在观察的黑颈鹤，它们正在孵的蛋被人拿了。我们所看到的美丽生灵，一个接一个的消失了。我坐不住了，巡山、拆捕兽夹，这是我们每天必做的事儿，包括后山。刚进入后山的时候，我们诚惶诚恐，不知道狼群能不能接受我们。我们尽量轻装简行，至少方便逃跑。在山里遇见过很多次狼，但是让我们意外的是，狼看见我们的表现反而很平静，大家各走各的路。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认识我们，但是我们逐渐熟悉了他们。我们在进山的路上装了监控，这样如果有盗猎者来过，至少能留下影像。终于发现了正宗的狼洞。狼洞并不像通常人们想象的那么阴森可怕，
虽然附近会有一些他们的生活垃圾，但并不影响它的好景。背山面水的地段，沙土的观景平台，高层视野，私家花园，翻身可见绿，出门可踏青。虽然不知道洞里面是套几，但知道它房间少，门多，不要钱。有小狼转移，旁边还有一个逃生洞。还有这个猎手们午休的小别墅，标间。狼洞附近必定有清洁的水源，因为母狼在哺育幼崽的时候是不会远离洞穴的。这个狼洞应该是在使用中的，因为我们进山的时候有3只狼把一峰引开了。我察觉异样，循着反方向去找，才发现了它。不知道格林会不会在这一带出没。我们把剩下的监控留在了狼洞附近，趁着狼群还没回来，赶紧撤离。10天了，我们提心吊胆，既盼望那洞里面有小狼，又担心盗猎的比我们动作快。我们能发现狼洞，盗猎的也能。这是狼最脆弱的时期，最怕的就是被掏窝。我们常说，考古的干不过盗墓的，科研的干不过盗猎的，这些土贼总能找到机会，但究其根本，都源于人们的消费。今天狼洞很安静，5个小时过去了，没有狼出没。我往过去走了，去吧。我们来到狼洞前，发现狼不在了，监控也不在了，很紧张。怕是我们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结果我们在一个洞里面找到了已经被损坏的监控，万幸它的内存卡还能读取。终于看到小狼了。这几只小狼已经快2个月大了，我们叫它们双节棍男孩，福仔男孩，飞毛腿妹妹，还有一个最胆小的小不点儿，在这儿。因为他一直躲在角落里，我看不清楚他的性别。直到后来我才知道，他也是个小男孩。原来我们的监控是被小家伙们破坏的。咬吧，随便咬。而母狼回家后，则把它扔进了洞里。
似乎他并不喜欢孩子们玩人类的东西。他带着小狼挪窝了。狼窝是没有防盗门的，带崽的母狼非常敏感，一旦让它觉得有不安全的因素了，它就会挪窝，远远地避开这些危险。当然，母狼挪窝呢，还有其他的原因，在通常情况下，它都不会在一个洞穴里面住太长时间，因为它们的生活垃圾会腐败，小狼的粪便呢，会慢慢的留下更多的味道，会吸引天敌，所以它不会让一个洞穴留下太重的味道，所以它会定期的挪窝尝尝气儿。但是让我们费解的是，我们发现的新的狼窝居然在离我们的帐篷直线距离更近一点的山坡上。他是觉得灯下黑我们发现不了吗？还是觉得这两个人人畜无害呢？更让我们觉得稀奇的是，在老狼窝边留下的影像当中，玩累了的小狼居然用一个矿泉水瓶子在喝水，而这个瓶子是我们的。后来我们捡回了瓶子一比对，发现瓶子里面的水已经不是原装的矿泉水了，而是山间的溪水。我突然就想起了我们曾经在狼挖的那个水坑边发现了奇怪的压痕。这是人类的用品，居然成了他们的用品。我那时候也想到，格林倒是挺熟悉这些瓶子的用法的。从前每一次外出的时候，我都会给格林带一瓶水。说到水瓶，我想起有一次我在扎西牧场在河边上洗手的时候，那个水瓶就不小心掉在河里面了。当时格林一看，赶紧跳下河去追，去捞那个水瓶。就那个时候乔莫还在啊，乔莫一看格林都跳下去了，于是他也跳下去，他以为好玩，跳下水以后就把格林往水里面摁。结果后来格林呛了一肚子的水，气鼓鼓的上来了，水瓶也丢了。再到后来，格林经常到那个河边去转悠转悠，刻舟求剑一样。水瓶是捡不回来了，他找了一个替代品，管他呢，老妈，能用就行。到了冬天的时候，这家伙还跟我叼回一个保温水壶，兴高采烈地带回来。然后我一看他身上屁股上还贴着一个标签，上面写着绿色食品。我说这家伙又跑到人类的垃圾堆那儿去找东西去了，远离人类。所以如果说叼水瓶喂小狼这个事儿是格林干的，我可能就不会觉得那么意外了。尽管辣妈并不喜欢人类的监控，但是这些监控还是起到了它的作用。在我们去唐克拍摄期间，狼山上没有了人的守护，盗猎者终究还是找到了机会，把狼窝给掏了。他们抓走了3只小狼，双截棍、福仔和小不点儿。微毛腿跑得快，他侥幸逃脱了。我们根据监控的影像和牧民一块儿找到盗猎者，要回了其中2只小狼，福仔和小不点儿。而双截棍据说是送人了，不知去向。在老狼洞前留下的小狼们的影像，也成了唯一的一张4只小狼都齐全的影像。最后小狼们的命运又将如何？我们下集再讲。有人终将离开，雪花终将覆盖，遇见你那刻也是分离的开始，日暮会迎来散场，昙花会终将绽放，
起沉默。想念会有声音吗？呼喊唤来再见吗？分离的那刻也是遇见的开始。日暮会迎来散场，昙花会终将绽放。消失那刻是重生的开始，重返最初的模样。有人终将离开，雪花终将覆